人生每一件事情是需要不停的迭代的，你永远不可能准备好了你的人生之后才开始。请开启下面的小铃铛，打开全部的订阅。我认为我的直觉就是我过往全部的人生所累积出来的一项能量，让我帮助我现在去做一些事情的快速的决策。听起来好像非常的不科学，非常的没有计划，但是认识我的人又知道我都蛮计划的。无论我做任何的事情呢，我大概都会先深思熟虑一下再去做。过往我自己在做一些新创题目的时候，我很怕犯错，我会花很多的心思去看别人怎么做，然后我想要找到一条捷径去做。有没有发现到荧幕面前的你可能也是这个样子？你在找一份工作的时候，是不是很害怕面试方法错了，会问很多前辈？你在考试之前会不会做很多的考古题？你在做很多事情之前，你是不是会很害怕自己做错事情？没错，每个人都一样，我也不例外。虽然我知道，不论你的事业，不论你的成绩，人生每一件事情是需要不停的迭代的。其实你的人生也一样，你并没有绝对的失败，也没有绝对的成功，你只是不停的告诉自己，我要怎么让下一次可以做好，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准备好了你的人生之后才开始，你不可能准备好了才考试，你也不太可能准备好了才生小孩，你也不太可能准备好了才找工作，你也不太可能准备好了才出生，又或者是你的出生可能当初也是一个意外而已。多数的时候你的人生都长这个样子，而你可能会考上一间学校也不是都规划好的，这个其实就是人生是永远测试版的地方，你不会准备好了每一件事情才开始去做那一件事情。如果你每一件事情都是计划好了才去做，那你可能永远都不用做了。更有可能的事情是你可能计划好了，但做了却发现永远都不一样。程式语言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迭代，你没有办法一开始就推出 1.0 的版本，你只能推出 0.1 的版本，再去修正成 0.2 的版本。但迭代的过程当中，你要记住一件事情，并非一直打掉重练，你要扣紧你的核心，慢慢的随着你的目标去做对应的修正，去前往你想要达成的地方。因为你不会马上的就有一套方法帮助你走到你的目标上面去。那这就呼应回来啦。我刚刚说过了，我是一个凭着直觉在做一开始初始决定的人。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呢，现在所做的一切的直觉的判断，就是你最好的决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过去的10几年、20几年、30几年，甚至40几年，这些都是你过往的人生累积出来的。所以你的脑袋闪过的那一个瞬间点，可能就是你人生精华的判断。当你闪过了之后呢，你可能可以去调查它，但这个时候呢，你不是鲁莽的去做它，你要做的事情是闪过这个判断之后呢，快速的去验证它，慢慢的去验证你手上的每一件事情，让自己开始做出你第一个测试版，然后再慢慢的累积成第二个测试版，再慢慢的变成你的正式版。注意到吗？所谓的完美主义，或是所谓的你想要找到一套标准的作业方法，其实它在真实社会当中是不存在的。不论是你的生活，我的生活，或多数人的生活都不存在。那你可能会问说，不对啊 ，Mark， 很多人都说做好事情有一定成功的方法，这句话难道是假的吗？当你做过之后，它就会变成标准答案。如果你现在问我说要怎样子经营一个个人品牌，或者是怎样子创业，我可以跟你讲出一个答案出来，但这个答案是我的答案，而不是你的答案。这个方法在未来我要再一次做创业的时候，或是我要再开一家公司的时候，或是我要再做一个个人媒体的时候呢，这个答案会是我的答案。但它会不会是你的标准答案吗？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资源不一样，你跟我两个是不同的人，我们有不同的资源、不同的优势、不同的 know how， 我只能分享我的答案给你，但是它永远不会变成你的标准答案出来，除非这件事情是自然规则，例如说太阳就是东边升起，西边落下。所以有注意到了吗？你可能可以从很多人身上得到很多的答案出来，但记住一件事情，你只要没有认真的做过一轮属于你自己的答案出来之前，那你都在做所谓的测试。每个人的人生有每个人人
生的答案。今天你可以听长者、听老者、听前辈讲他的方法，但他的方法要怎么适用于到你的身上，你必须自己去做实验。实验一轮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到这个答案适不适用于你。如果适用，再去优化它；如果不适用，再去找更好的可能性的一个解法出来。这就是人生永远都是测试完的原因。只有到你老死的那一刻，你的人生才会出现完整的答案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不能再创造全新的结果出来。所以如果你的人生被写成一个传记的时候，那个传记就是你的标准答案。所以当你还没有过世之前，当你还没有结束你的生命之前，你永远都在测试你全新的人生。如果你今天发现到你的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都有标准答案的时候呢，那代表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在追寻全新的自己，你可能都只是在用旧的认知在活过去的生活而已。所以啊，如果你发现到你的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标准答案的时候，你有可能掉入了2个盲区。第一个盲区，你活在别人的人生当中；第二个盲区，你活在过去的自己当中。如果你今天是活在一个真实的生活里面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，你大概会有60%以上的事情是没有答案的，只有大约40%左右的事情呢可能会有答案，因为那是你过去的累积，是一些跟你人生很接近的一些长者告诉你的一些标准答案。多数的时候呢，你必须要去摸索你自己。那如果你发现到你的标准答案越来越多，你只有2种可能：第一种，你越来越成功了；第二种，你都只是在用你过去的经验在执行你未来的事情而已。我把我自己现在的生活重新盘点过一次，我做了很多全新的改变。那如果我讲的内容你觉得很喜欢的话呢，你可以做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去看看你现在手边有什么事情是你一直在做，而且你已经很确定答案的事情。这些事情呢，应该占你人生当中的40%左右。接下来呢，有什么事情呢，让你很困扰，你都不知道答案，这就是你的60%。把它当做你人生的游乐场去玩它，去学习它。当你学习的越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原来生活上面没有所谓的真正答案，只有属于你的答案。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。我是马克凡，我想跟你分享这一切东西呢，其实我都写在这个我的自己的书里面《关键思维》当中，你可以来看看书，希望对你会有帮助。那今天呢，影片呢就介绍到这边。我的影片呢会在礼拜1跟礼拜4的晚上的9点呢进行一些更新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